台湾，葡萄牙人口中的福尔摩沙，在产业先贤投入无数个春与秋的淬炼之下，一座光彩熠熠的东亚细岛就此诞生。台湾半导体产业经历了漫长的起步跟成长，为全球科技产业带来极大的贡献。其中台积电的崛起，更是引起了国际的关注。但是全球供应链的变动，跟中美贸易战的爆发，它为台湾半导体产业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挑战。在这一集纪录片当中，我们将深入探讨台积电成功的模式，并且了解中美竞争底下台湾科技产业的发展风险跟我们的机会。在5、6年前，甚至10年前，三星、英特尔想要进入晶圆代工，从技术的角度，他们绝对没有问题。但是真正的问题，就他们如何服务客户或者经营的心态这方面，跟我们专精在做晶圆代工做这个平台的思维是不一样的。所以从技术，实际上是后来台积电慢慢才起来了，最近5年才变成领先群。前面10年前也不错，但是以技术的角度来看，英特尔跟三星还是领先的。那慢慢的在不对的模式再怎么做，它就慢慢会落后。我想这个台积电跟三星跟 Intel 最大的一个不同，就是台积电强调，不管是他的创办人张忠谋，或者是现在的总裁魏哲家，都强调一件事情，就是他们不与客户竞争。那我们其实知道说，其实三星跟 Intel 他们都比较偏向是这个整合元件厂 IDM 的一个模式。那什么是 IDM 公司呢？就是包括像晶片的这个设计、研发、制造，然后到销售，都是一条龙包办的一个公司哦。那甚至三星它还有自己的品牌，还有卖电视、卖智慧型手机等等，那它其实已经涉及到了终端的这个品牌的部分。那这个 IDM 模式，或者是说我们说垂直整合这个模式的一个好处是说，它们上下游是互通的，那也许可以做一些资源的调配，比如说可能市况不好的时候做一些资源的调配。那台积电走的是什么模式呢？他们是一个专业的代工厂模式，也就是专业的晶圆代工模式，不与客户竞争。那我们举个例来说好了，比如像这个 Intel 的一个竞争对手叫做 AMD。那 AMD 他们也有这个 PC 的 CPU、伺服器的 CPU 等等的这个晶片哦。那你可以想想看，他们在这个半导体市场这么竞争激烈的一个态势之下 ，AMD 如果要选择去投片给这个 Intel， 就请他来帮他做这个制造生产服务的话，当然因为我们知道说 Intel 最近这几年很常讲它的 IFS 嘛，就是这个晶圆代工的一个服务哦。然后他们两个这么的竞争，那如果要 AMD 去投片给 Intel， 在这么竞争的一个市场态势之下，你认为说这个 Intel 它会不会这个 AMD 会不会有一些这个策略上面的一个思考？那再者，我们再提到另外一个例子是这个苹果的 iPhone。那苹果的 iPhone 这个是全球有名的这个手机品牌之一哦。那如果说它这个投片给三星的时候，因为三星也有它自己的智慧型手机，啊，两档这个手机品牌等于可以说是各居一个山头，一个是 iOS 阵营，一个是 Android 阵营。在这样子的竞争态势之下，苹果投片给三星，您认为说它会不会有一些这个生意上面的一些考量？那我相信这些不管是晶片原厂或是系统厂都会去思考这些问题。也因此回到一个他们最重要的一个经营哲学，就是他们不与客户竞争，他们强调台积电是大家的代工厂。台积电用 Apple 的精力加上它的 package 叫 Info， 它就做出独吃苹果的生意。所以你看到台积电是2016年爆发产能跟产值。在这个苹果 iPhone A10 处理器的这一代，台积电才正式拿下了这个独门的订单，包括这个前端的先进制程跟后端的先进封装一条龙这样子的一个生意哦。那在此之前，其实台积电跟三星是分食这个苹果 AP 手机应用处理器的这个晶圆代工订单。那个时候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在之前几代他们还分食订单的时候，就有这个评测界，他们就有稍微评测了一下这个苹果手机晶片的一个效能哦。那发现说呢，虽然是同一代的处理器，两家晶圆代工厂做出来这个效能好像有点差异哦，这个台积电略胜一筹。那这件事情当初三星可能脸上有点脸上无光啊，因为毕竟这是同一款晶片嘛。那
这样子一个观念是在于说，台积电在当初提出了一个关键的先进封装技术，叫做 InFO 整合型晶圆级扇出级封装。那这样子的这个封装技术呢，就是推使就是苹果愿意把这个一条龙订单就是全部委由这个台积电来代工制造。那这个先进封装技术呢，也一直延续到现在。这个 Fan-out 技术呢，而且是晶圆级的，它可以让这个手机晶片达到这个轻薄短小，还有兼顾这个效能，因为它减少了很多这个封装载板的使用。那当然成本上面是比这个以往传统的这个载板级的封装技术稍微略高一点。不过其实这背后有一些因素啊，就是这些大客户呢，比如说晶片的客户或者是系统厂的客户，他们也会考量到说，我这个先进制程的晶片其实成本已经不低了。这个我们都知道说，随着这个先进制程的推进，我像5奈米啊、4奈米、3奈米到2奈米，其实这个用得起的这个晶片客户或者系统厂也越来越少，可能也是用手指头数得出来，可能5只手指头到3只手指头到2只手指头。这因为成本非常的不菲，所以需要这个先进封装的辅助，然后让这个东西的风险降到最低。那对于客户来说呢，他们可以借由这个一条龙的这样子的生意去归纳说，假设这个晶片如果出问题，有找台积电一家就可以解决了。那这多出来一点的成本，对于这些晶片商来说，也是一个风险控管的一个保证。我们再回头来看一下这个台积电的 3D Fabric， 它的先进封装这个平台技术，它很多的技术其实都是源自于 wafer level， 也就是它是从晶圆级的技术去做一个衍生。不管是 CoWoS、InFO， 甚至是 3D IC 等等，其实都是一个 wafer level 出发的一个技术。那其实这个东西对有前段经验而且相当领先的台积电来说，是一个绝大的一个优势。那当然，其实半导体业界现在在谈一件事情，是说这个摩尔定律是不是已经要到了这个物理极限？那制程微缩可能也是有限制嘛。那现在可能到了2奈米以下之后，不管是成本啊，或者是这个本身物理极限的问题，已经使得这个半导体龙头厂不得不去思考说，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帮助这个摩尔定律延寿。那么先进封装就是一个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之一。其实 Intel 也有做它的先进封装，不过回过头来，其实也要考量到说这个所谓的生意模式的一个问题哦。台积电一开始就已经强调说，他们不与客户竞争，所以不管你是 AMD、你是高通、你是苹果，你可以放心的来投片，委托我来做先进封装。可是 Intel 本身它还有自己的 CPU 要卖，它自己的 CPU 也采用它自己的先进封装技术，所以这个后续是不是客户在这个委托代工订单的时候有一些考量，这个我相信其实不管是大的系统厂或是大的晶片上，也会有它自己的策略。其实我们看到像高通或联发科这样，他们同样都是做这个手机晶片的公司，其实他们都比较倾向于说这个多元分散这个风险的一个策略，就是他们觉得说，尽管我可能就是投片的选择不多啦，可能就台积电跟三星不多，没有几家，但是在封装厂的选择上面，他们通常都会多的这个比较一下这个成本啊、价格啊等等的各种因素。不过因为我们知道说，当初这个业界对于这个 InFO 其实有一些解析， InFO 其实是一个相当客制化的一个技术。那其实我们也可以这样讲，其实当初就是为了这个苹果有点量身打造的一个意味。那直到了现在，其实所谓的晶圆级扇出封装，目前唯一一个有大规模商业量产实力，然后跟这个经验的，其实也只有台积电本身而已。那其实其他家虽然有类似这样子的技术，可是就是都还没有到真正就是放大量的一个阶段了。那甚至因为这样大规模量产经验的这个背后的支撑，其实大家在比较说，如果我同样是扇出型封装的时候，你由封测厂或者由三星来做，可能成本还会比台积电略高一些，因为毕竟还有良率的考量、量产经验的不足等等。那也是为什么大家会讲说，三星最近好像在先进封装这一块的部分有一些想要急起直追的一些动作。之前也有一些他挖角，比如像曾经在台积电任职过的这个研发人员这样子的新闻。那当然我们说台积电如果说领先这个三星如果10年可能有点太夸大了一点，但不过以这个量产的成熟度而言，领先个2到3年我相信是没有问题的。中美贸易战延续至今这件事情这个对于世界上的半导体厂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问题。那我记得之前这个台积电的总裁魏哲家有讲过一句话，他说其实台积电并不想要参与地缘政治，但是必须要管理地缘政治这样子的一个因素那因为其实我们看到说，其实台积电的客户当中也有很多是一线的这个，应该说大部分都是一线的半导体公司包括像美国的也有，以往的中国大陆也有这个非常大咖的这样子的一个公司他们的客人。那在这样子的一个态势之下，台积电势必也必须要做出因应地缘政治变化的一些策略。那比如说像可能到美国去设立这个新厂，然后日本也开拓了一些新的据点，甚至也在评估说欧洲是不是有设厂的可能。其实这是一种把地缘政治这个因素纳为管控范围的一种策略性的一个做法。当然实际上最后的结果我们现在还没有办法完全的得知，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说这样子一个区域化去分散风险并且去管控地缘政治因素这样子的一个策略是现在进行式。
我想因为美中之间在贸易战、科技战开打之后，那使得呢台湾本身因为我们过去一直都是以出口作为导向的一个重要的经济体那过去呢我们的出口导向呢常常呢是把这个尤其是制造业，它的工厂可能是放在中国，那透过在中国运用这个低廉的劳动力来进行生产，然后最终再把产品销往美国或是其他的经济先进国家，那这中间就会有比较大的一个价差，也是我们台湾厂商主要的利润来源。过去这种发展模式呢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大概是从1980年代以后，就为台湾带来了非常多的这个贸易上面的一些顺差那不过呢因为美中贸易战的开打，我们也注意到就是美国方面透过本身法令的一些限制，法令的一些规范，所以在这些部分里面呢，我们发现就是对台湾来讲，过去的这样子的一个生产模式，它可能就遭逢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挑战。那放到在科技产业方面来说呢，我想台湾方面在科技产业来讲，在全世界呢仍然是在这个晶圆制造啦、封装测试啦等等，我们都是具有这个领先的一些地位那我们也都是表现得非常的好那在过去这几年当中，因为这个美中贸易战的关系，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因为我们过去的底子好，所以呢并没有在第一时间受到太大的一些冲击。可是后面呢我们必须要留意的就是因为美国本身的法令上面的一些修订，那它可能呢会使得我们过去的这样子的一个生产模式或者是研发模式，它可能会面临一些这个压力。那这些压力呢最主要还是根源于因为美国本身它注意到在科技产业这一块，如果不对包括中国这样子一个崛起中的这个强权有所规范的话，那很有可能就会威胁到美国在全球科技产业领先的龙头地位。所以对美国来说，它透过国内法律的一些修订，然后包括了美国商务部它有这个发布了相当多的一些这个法律的规范那这里面呢也包括了不管是对这个美国的公民、美国的绿卡持有者，如果你要到一些特定的国家去进行有关于这个晶圆的开发或是晶片的生产等等，它可能都必须要先取得事先的同意那透过这样子的一些规范，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在这些规范下面所谓的棍棒的部分。那另外呢它也提供一些诱因比如说鼓励这些先进的拥有先进技术的这些国家的厂商，然后到美国去设厂，那提供一些这个减税啦、税务的减免啦，或者是提供一些奖励用这种方式丢出一些胡萝卜，然后来吸引这些国家到美国去进行投资。那我想最主要的关切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美国希望维系它的这个龙头霸主的地位那另外一方面就是美国呢也希望能够牢牢的掌握这个全世界在未来至少20年之内，这个有关于科技的技术的发展 R&D 的这一块，他希望能够确保美国是可以居于这个领先的地位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个里面呢，当然对台湾来说我们会面临一些的这个压力。那这个压力主要来自于第一个是过去生产方式、研发方式我们可能必须有一个新的思维、一个新的思考。那另外一方面就是也无可避免的因为我们在这些发展的过程当中，可能选择跟美国是比较接近的，那当然有各种不同的原因除了棍棒胡萝卜之外，我相信对台湾大部分的民众来说，包括我们的科技产业的各个精英来说，可能都会觉得在价值观、在生活方式上面，我们是跟美国比较接近的，所以无可避免的，其实已经形成了一种实质选边站队的一个现象。那这个现象在20年之内，或许对台湾来说是有利的，因为看得出来就是美国在接下来的20年之内，应该都还是最重要的国际市场相关规范的规则制定者。那20年之后呢，如果说有其他的国家，这个基本上是借由跟美国锻炼脱钩的方式，它也取得了特殊的进展的话，那有没有可能在这个地球的另外一边它就形成了另外一些规范另外一些这个规则。那个时候20年以后，我们的厂商如果在地球的那一边有一些这个特殊的工作机会或者是有一些很好的市场存在在那里，那我们到时候要如何因应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也必须先预做规划与思考。我想整体来讲
美中之间的贸易战、科技战哦，正让这个我们知道在政治安全上面，其实台湾常常是夹在两强当中。那现在看得出来，就是在贸易、在科技的发展上面哦，台湾未来恐怕这个也并不轻松哦，就是有很多的面向，我们可能都必须来一并的思考，尤其是当美中之间的竞争关系越来越激烈的时候。我想对于我们在科技产业从业已久的这个各位精英来说其实分散风险，我相信大家其实心里面应该都有这样的一些规划。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我们寻求获益的同时，我们希望能够分散风险。那这两件事情应该都是大家同时在考量的。那对大厂商来讲我觉得因为他们洞见观瞻那毕竟呢，我们的许多的在科技产业的这个一些这个厂商基本上都在全球的排名都非常的前面所以他们在不管是在资源的配置上面，甚至是这个资金、技术，还有包括晶圆本身的原料的取得上面，其实都必须能够跟国际做这个更好的一些接轨。那也因此，当美国成为一个主要的规则制定者的时候，那我们的大厂商无可避免的，他就可能必须要去做这个选边站的一些规划那或者是说，他可能也必须要去思考，如果不选边站，那我的损失或是我的风险可能是有多少。那除了大厂商洞见观瞻之外，另外我想其实对于台湾来说，我们之所以过去几个大概10几20年当中让我们在科技产业的表现让全世界看到，其实最主要是我们在科技产业也有一个产业链的概念。换句话说，我们包括了封装测试啦这些相关的厂商当这个最主要的这个晶圆生产的这些公司，它必须去做一些资源上面的重新配置的时候，那连带的一定会影响到我们封装测试中下游的一些厂商。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当然对中下游厂商来讲，他也必须要去看这个最主要它的前面的这个供应者在哪里他也可能必须要重新去做一些，包括这个公司是不是或是工厂，他也必须要去重新做一些迁移上面的一些考量。我想这些都是非常非常现实的一些问题，那他们也必须去做一些这个符合现实实际发展的一些规划。那同一个时间呢，我们也注意到，因为毕竟在这个封装测试的中下游厂商，他可能本身的资源或是在这个人力上面，他可能没有办法跟他的上游来做一个有这么大的一个规模所以在资源配置的时候，无可避免的可能内部就会有比较多的这些讨论跟这些辩论那这个时候要如何去再做一些这个风险分散，我想对中下游厂商来讲，可能会比他的上游厂商更为重要，那也是他们会面临的一个主要的挑战。那现在看起来呢，就是在美中的这个竞争关系当中我觉得现阶段或是我们以这个2023年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美中之间在拜登政府这个执政以后，我们刚才提到，因为是从川普时期开始打了这个贸易战，打了这个科技战，但拜登政府上台之后，我们大概可以感觉到，虽然美中的贸易战、科技战基本上都还在持续当中，它也延续了许多川普时期的政策，但是看得出来就是拜登在跟中国互动的过程当中，他基本上还是希望能够管控分歧，要能够避免真的这个军事上面的这些冲突。换句话说，该竞争的时候竞争，该合作的时候，他也希望能够取得中国方面的合作。那以现阶段看起来就是过去呢，我们的各个产业不单单只是科技产业，无论是在两岸关系和缓的时候，或者是两岸关系这个相对比较紧张的时候，我们的产业大概都会受到一些影响那现在看起来，对于我们的科技产业来讲，尽管美中之间这个让全世界相关的厂商都有选边站的一些压力但是现在看起来就是对拜登政府来说，事情尤其是美中之间的互动关系，似乎会有一些这个转圜的一些余地那换句话说，我们这个选边站的这个压力最后可能我们还是无可避免要选边站，但这个时间压力上面目前看起来是或许稍微轻松了一些。那两岸之间的这个互动关系目前看起来也因为美国最主要的政策还是希望能够跟中国能够管控分歧，然后避免这个直接的短兵相接式的一个冲突所以在台海的安全上面，目前现阶段看起来是稍微稳定一些。
那我想这个部分或许能够让我们的科技产业争取到一些时间来重新思考它的全球布局，甚至未来可能面临选边站的时候，如何去排解相关的压力。半导体产业是台湾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也是台湾成功转型科技大国的重要关键产业。透过这5集的纪录片，我们可以看到半导体产业从起步到逐渐拥有全球举足轻重的地位。我们经历过很多关键的时刻，我们透过不断的创新、学习跟进步，为台湾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同时也让台湾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半导体制造中心。这些成功的案例跟经验，不仅展现了台湾人的创新精神、尝试的勇气以及对未来的信心，更让我们了解到半导体产业对台湾的重要性，体现了产业前辈的耕耘跟他们的智慧。在全球半导体产业的发展史上，台湾写下了不可忽视的一段篇章。在 DIGITIMES 成立25周年的现在，我们透过《细岛春秋》这部纪录片，跟大家一起见证产业的发展跟成长的过程。希望这部纪录片能够让荧幕前的您，不只是欣赏这些由产业前辈们辛苦灌溉而成的花朵，更能理解成长的过程跟他面对的艰辛。以上就是我们5集纪录片的内容。细岛砥砺生领袖，大笔如椽写春秋。细岛春秋，谢谢您的收看。